们都有看过 YouTube 的金钱疗愈吗？有看过的举手。我很高兴你看到第一次来到这边的举手。都没有看过我的举手，都不知道我是谁的举手。我在香港常常第一句话就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今天来这里干嘛？”大概不会有5个人，大家都不知道来干嘛，但是他们都会跑来，很好玩。不过呢，今天这个是一场说明会，看得到我吗？我要坐高一点啊。今天呢，这个是一场说明会。不过呢，会办这个课程是有原因的。我先大概分享一下。我在香港花了一段时间，花了一段时间做金钱疗愈。那其实我要坦白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课题，在早期最大的课题其实是金钱。我曾经经历过破产，以我常常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以我的背景呢，我在早年的时候，我对金钱是很夸张的。我可能可以赚很多，但是我大概也留不住太多。我越赚越多，洞可能越来越大。所以呢，金钱对我来说是蛮大的课题。但是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尤其是我用生命蓝图疗愈我自己。所以呢，我在疗愈自己的过程当中呢，我开始发现，原来金钱对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意味的是什么。所以我从金钱的那个创伤里头走出来，一直到现在。当然到现在已经差别很大了。我从一个可能收入不足支出，可能我赚了钱又会跑掉的很多不同的情况了。尤其是早期我的父母亲其实是，我爸爸是很聪明的商人，我爸爸是做铁工的。那我爸爸很聪明，会发明很多机器。可是呢，我爸爸因为他小时候那个年代他们很穷。但是我爸爸又很喜欢享受，所以他们有一个习惯。我的父母亲有一个习惯，我妈妈呢很能干，我妈妈是一个很会周转金钱的人。我们台湾在早期的社会呢，都会起会，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10个人大家起一个会，一个月缴多少钱，然后看谁先标。台湾早期有这个，我妈妈呢就是会头，她身上可以有很多会。所以呢，他们早年我在早年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们是那种喜欢享受，他钱还没赚那么多，可是他要先享受很多，但是他用转钱的方式，他们我的父母亲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早期的负债的原因，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去赚到那么多，或者是说你有赚到那么多，可是你可能很喜欢贷款，或者是很喜欢，那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渴求跟没有在里面。所以呢，我自己疗愈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我看也有2年吧，至少有1-2年以上的时间。我疗愈了自己的时候呢，之后不管是在收入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以前我的工作时间会很晚，我可能做到12点1点，做到很晚，然后拼得要死要活的，但是收入可能还可以，有时候可能不够，有时候可能还不错，可是无论如何都是没办法有存款，那可能洞还一大堆。但是我疗愈自己之后，我最大的疗愈呢有2个部分，一个呢是我的没有被滋养，最严重的其实是我这一种。你知道最严重的金钱的毛病从哪里来吗？最严重的是不被要，就是你的出生根本就不被要。
就是可能生到你的时候已经没有打算要你了，或者你是一个女生，或者她根本没有打算要生这个孩子，要这个不被要的，其实它会造成金钱最大的一个。我在疗愈自己这个部分疗愈比较多。那第二个呢，造成一个人影响很大的其实是否定。否定就是说你做的都不好，或者你做的不对，或者你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然后你应该要怎么做好才。所以所有你做的背后的能量都是不好的、不够的、不足的、不行的，或者是没有的。所以呢，它会显现在你的工作跟金钱上。你可能工作了很多，付出了很多，可是奇怪，你可能无法升职，你可能无法加薪，你可能收入还是不够，或者是不敷支出，或者是说你的收入不稳定。那个否定其实也带来了很大的跟金钱有关的创伤。那我自己呢，在这两个部分呢，疗愈最多。所以疗愈之后呢，可喜可贺的是收入当然是比过去其实相差10倍以上。那当然留下来的存款，当然不止1个户头。我们家存款是分户。然后呢，当然工作的时间呢，比以前短哦，比以前不费力喽。但是呢，我花了蛮多时间疗愈自己。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开这个工作坊？是因为呢，我疗愈了自己，我疗愈了很多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在香港办了几场金钱疗愈的工作坊。可是呢，如果你有在网络上听的话，其实所有的金钱疗愈都是我针对现场来的所有的听众，现场去Channel讯息，Channel关于他们跟他们的金钱能量有关的讯息资料下来，让他们去做一些练习，然后呢也接收一些讯息资料，让他们有一些了解。这个呢是我在香港的经验，大概有好几堂。后来呢，突然有一天，在今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要开1天的长时间的，但是是1整天的工作。因为呢，有一些人他们会写 FB 给我，或者是说他们会发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们会发一些资料讯息给我，告诉我说他们看了金钱疗愈之后，有些人告诉我说他们有很大的转变。但是有些人告诉我说他可能更糟，但是有些人告诉我说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他可能已经做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我收到了很多这样的讯息资料，但是呢，因为我自己在临床上面哦，我自己一直在做个案，我也一直在带课程，所以香港的大概将近1年的接收讯息资料下来之后，我发现我想要做更深入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会开金钱疗愈工作坊，而且第一个开的是在你们马来西亚，之后台湾会开，香港会不会开不知道，因为时间太满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工作坊呢对我来说别具意义。为什么？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个案，那我也接收了这些讯息资料之后，我发现呢。我们需要有一种工作法，是可以针对现场来的人。除了你，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部分哦，这个工作坊的内容，第一个部分还是静心。静心，我常常跟很多人说，在课堂上也常常跟很多同学说，但是他们可能都要听一段时间才能够懂。但是如果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去做的话，后面可能你都会有困难。那这个部分呢，应该你们在 YouTube 上面也会常常听到我不断的重复。所以呢，这个工作坊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它是1整天的工作坊。那我们在考虑说，不要一定要特定的人呢，可能你可以来1次，或者2次，或者3次，或者你持续来都可以的。但是呢，我要说明的是。这些年做下来，我发现这样的工作法会对人很有帮助，会有很实质上的帮助。但是它背后有一些原理在，这个原理还
有吗？学生比较常看到，这个图已经涵盖所有的理论的核心了。我们要做静心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的脑波在贝塔波，那你现在脑波是清醒的状态。可是呢，我现在只是简单讲一下哈，但是你知道你现在清醒的状态哦，你其实是在大脑的程式运作的状态。大脑的工作是什么？大脑的工作是评判、分辨、思考、逻辑、好坏、对错，对吧？有没有？你现在边听我说，你的大脑也边在思考，对吧？你可能也想起过去的事情，或者你可能也在思考我说的东西，跟你的信念合不合，对吧？那么这个呢，在我们的生命的层面，在大脑的层次呢，它是在物质运作的层面。那么有的人俗称小我、自我、物质体的我。但是呢，这个工作坊的第一个部分比较重要的是，你要来到这里，阿法波。阿法波呢，是你快睡着，但是没有睡着，但是呢，它是在潜意识的状态，你比较放松专注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比较连接的是你的大我。那可能在座如果没有看赛事资料，你一定会问我什么叫小我，什么叫大我？这个又要解释一下。小我呢，指的是你在这个物质世界哦，你有眼耳鼻舌身意嘛，对吧？然后你会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面对这个世界，对吧？好，那你有你的意识心嘛？好。我没有说的太细哦，因为说太细我要讲很多。你上 YouTube 去看个人实相分析，那个资料很好，那里面有详细的解说。但是呢，重点是人大部分都处在他的情绪、表意识的情绪，跟他的头脑的状态。你很难去连接你的本质啊，本质就是你其实不是只有那个物质体的我，小我的部分，其实你来自于这个宇宙，你其实你的内在有连接宇宙这个大我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在我们的潜意识，是当你比较放松专注的时候，你其实处在潜意识的状态。那同时这个时候呢，你也是处在跟你的大我连接的状态。那个时候你比较放松，你比较感觉到你自己内在的我，然后你也比较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丰盛、信任。下面两个脑波我们不谈了哦，今天谈会谈太多。所以呢，第一个部分这个工作坊呢，第一个部分呢，我们都一定还是会现场Channel静心。让你慢慢呢不再那么多的情绪，因为你越多的情绪，越多头脑的分裂、思考、分别、好坏、过度的思考，其实背后有很深的不信任跟没有被滋养。所以我们必须工作坊的第一个部分呢，要透过静心，帮助各位能够让你的脑波慢慢的放松下来，连接你的大脑，连接你的本质，然后呢，能够帮助自己呢，比较能够处在不是有那么大的情绪压力，或者是焦灼纠葛的状态。之后呢，这个工作坊呢，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呢，是我一直想做的，今年终于要做。在你们马来西亚，我们会先做。接下来就是团疗。团疗就是我们会针对在场所有的人，一样，我们全部都是现场接受讯息，但是呢，跟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是完全不同。团疗的意思是指我们会现场接收讯息，来看大家的集体意识跟金钱能量有关的。然后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疗愈，但是是现场接收。也就是说，可能今天来了40个伙伴，但是呢，这40个伙伴不
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我们可以试试看。今天在这个时间跟这个空间会来到这个地方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共振在里面，你相信吗？你会在什么时间点跟什么人相遇，发生什么事情，它都其来有自，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如果我们今天开了一个讲座，主题是金钱疗愈，如果在7月18号，在为了金钱疗愈，在7点半钟来到这边相聚的朋友，里面一定有一些共振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工作坊里面现场接受讯息。但是我们会做现场的疗愈，现场的疗愈就是我们会进入一系列的疗愈，然后呢，疗愈你们，你会发现里面讲的大概都会跟你有关，但是也跟其他人有关。然后呢，我们集体疗愈之后呢，其实接收情况会怎么样？其实我要老实讲，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都是现场接收习惯。你如果现在告诉我，我头脑可以告诉你说我大概会怎么做，但是呢，我还是会跟着现场，因为那个现场会怎么样不晓得，有可能我可以想象，有可能还需要带你们做一些疗愈里面更深入的疗愈的练习，但是呢，我是一定会帮大家一起做团疗，针对金钱疗愈的部分，等一下我会大概解释。做完了金钱疗愈之后，团疗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意念设定。你知道吗？这些年来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所谓的意念设定我想要问你们的经验，你可能看过很多书，上过很多。但是呢，你可能学习很多的转念，但是呢，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尤其是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忘了设定，你可能就会慌，可能那件事情就没办法，或者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有没有？那或许你一设定下去还更惨，有没有？有吧？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吧？很多吧？那么意念设定对我来说，对我真正的临床实务上的经验来说，它其实是改变你的意识振动的状态，它不是头脑的反作用力我们常常在反作用力里面运作，有没有？比如说啦，我要跟你讲，像我女儿前几天才跟我聊，她不知道跟我聊什么，但是我跟我女儿回复了一段话。我说妈妈在那个读书的时候，我也有意念设定啊，我常常在设定我绝对不要早婚。可是我说我们家最早婚，我20岁就结婚，因为我每天都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早婚，你明白吗？因为我每天这样跟我自己说，所以我就创造了那个反作用力的实相，有没有？我有一个个案，他从小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的老公，我一定要有钱。没错，他找到了一个有钱的老公，但是呢，他在某一个时间点就离婚。有钱，但是没办法有爱，没办法有真正的滋养。所以他的意念设定是什么？他的意念设定是我要有钱，但是他忽略了那个金钱的背后，它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爱跟滋养。所以呢，你可能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感受，不自觉的在反作用力里面在运作。但是呢，意念设定呢，在我们工作坊里面呢，是最后一段最重要。这个也是我临床做了太多的个案，我带了很多的课程，在实务上我发现，原来意念设定在我自己身上，其实我要坦白跟你讲，根本就不用什么意念设定。你明白吗？我想一下给你们做的事，你经验一下。我让你们做2
你可能会有一点体悟。你们现在呢，把眼睛闭起来，去想一个你最想要得到的东西，不管是钱，或者是车子、房子，或者是客户，或者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健康都可以。你最想要得到的，你最想要得到的东西。然后你感觉边想边感觉你是怎么去想你要得到这个东西。想一下你是怎么样，你用了什么方法，还是你的感觉是什么？当你在想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好，把眼睛打开，我要来问了哈。你只是想，但是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图片的举手，只是想。好，接下来我问你们哦，你会想很多方法，你要怎么得到的，或者你要怎么做才会有的，举手。那再来，我问这个大概没有人敢举手，就是你边想又边觉得自己不会得到的，举手。其他人是怎么样？只是想而已是吗？只是想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你很享受你刚才在想的，你觉得你会拥有的举手？哦，不错哟，不错，很好。但是呢，你们在里面呢会感觉到很喜悦，觉得自己已经拥有的举手。很好。那么所谓的意念设定哦，这个学问很大，你知道吗？我以前的工作，我20出头的时候是开气管顾问公司，我经销国外的那个潜能开发的课程，然后呢，我拿了很多证书，拜了很多大师，读了很多书，到后来我才明白，哇，天哪，那些意念设定。当我自己走得越来越深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方向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人类的能量运作的原理不够深入。因为以前我会用一些方式，或者以前我可能也会学习怎么样有图像或者什么。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要办团体的团疗？前面我要先用团疗来做，因为呢，我做过太多的个案。你会发现哦，当这个人他比较在他自己的本质里面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设定，他有时候连图像都没有，他自己会吸引，它是一种吸引，而不是一种要怎么去做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你看我自己疗愈的这些年来，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在用一些物质层面他们用的东西，不管是名片、推销什么，我从来不用，这些。但是他会自己来，他都会自己来。虽然他刚开始可能少一点，但慢慢就越来越多。可是你不用费力，你一点都不用费力。所以呢，在这个工作坊里面呢的意念设定哦，我现在就要请你们做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我要请你们去感觉，闭起来，眼睛闭起来去感觉你想要的东西。对你想要的东西，你有什么图片，有什么感觉在里面？那个图片跟感觉是哪一些图片跟感觉？
出现的图片是什么？然后你的感觉又是什么？你的感觉是喜悦的还是恐惧的？是担忧的还是紧张的？还是充满了爱跟信任的？对于你想要得到的事物。抽几个来问一下，大哥，你的图片是什么？运动中大彩。你刚才设定的事物是中大彩，对。所以你感觉到你中大彩，然后图片有哪些？很多钱包子。然后呢？还有呢？还有啊，怕人家拿钱。还有呢？没有了。没有了。子君，我的底下，我在山上有一个在地，在我的肩膀这里，下来一个都是玻璃的，颜料的一些，然后我在里面是在一个我们是学习的地方，我可以说那种营养啊，什么有的一些生活上的生活。这是你的图片，感觉怎么样？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紧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有点紧张。我跟你讲哦，这个的图片里面有很大的印痕哦。我等一下讲给你。什么是硬的？我等一下解释给你。你会发现，其实即便你有一些图片，它背后其实有些反作用力在运作，自己不知道。你呢？你的图片没什么感觉。好，很好。你呢？你不钢琴。还有呢？啊？在弹钢琴。还有吗？然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开心吗？啊？开心。你呢？刺激和兴奋。刺激跟兴奋。有时候是空白，什么想不到。空白什么都想不到。你呢？也是空白。空白。意念设定呢，其实应该是说，它是我们大脑里面呢，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感官感知系统里面的震动。所以呢，有些时候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很大，想要很多，然后呢，你的图片呢会带有一个强度，你的情感会带有一个紧张，或者是一个恐惧，或者是某一个强度，然后你会去想要有那个东西。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疗愈的过程里面，最后来到意念设定，我们前面的疗愈其实要消掉你一些过于不及强度的图片，反而要消掉。消到呢，到你的意念设定的时候，你其实不太需要用很强烈的念头或者是图像，要让自己去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其实那反而很容易让你得不到，或者是会很用力，会非常的用力。然后你可能你付出的可能还要更多。比如说我可能要赚10块，但是我可能付了15块。
有可能，或者是说你消耗很多，但是你得不到你自己要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举国外的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国外开了一个新班，你会顾上网吗？但是我就是想分享这个案例。她是一个同性恋，但是是女的。然后呢，她来做疗愈的时候，她告诉我，第一个问题，她告诉我她的金钱的问题。她说支出大于收入，然后她又去借了一笔钱，要做什么？留意哦，借了一笔钱要做什么？我说了这一段话。后来在疗愈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她选择了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是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我忘了，但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我不清楚，但是应该是跟吸毒有关。因为我在看他的早期的时候，我在处理金钱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因为父亲一天到晚都要逃，警察要抓他，然后母亲呢生病很严重。然后呢，他的出生排行又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你知道一个孩子的出生时间点也很重要，他的出生牌跟性别，他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在那个时间点出生，妈妈把所有的痛苦，就是妈妈那个时候身体不舒服，然后很难过，或者快走了，或者怎么样，全部都会跟这个孩子讲，但是这个孩子很小。妈妈没办法照顾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反而要去照顾妈妈，然后妈妈在叫苦叫痛的时候，我要去照顾你，然后你不要叫，你比较舒服，我才会觉得，我才不会怕，我才会觉得自己比较被滋养到。留意哦，他要去安抚，他自己必须，因为我在疗愈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打扮跟他的整个的生命能量状态完全出现在一个很特别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一生哦，他为什么会选择跟同性谈谈？那为什么他会选择比较男性的打扮？为什么他要去保护别人，去滋养别人？因为他小时候的环境就是这样，爸爸都不在，爸爸比较不在，爸爸都在逃，妈妈生病。所以他从小没有被滋养到，他必须，你知道吗？一个没有被滋养、充满恐惧的孩子，他必须要坚强起来，然后可以去照顾别人，然后他这样子才有注意力在他自己身上，否则他在那边是没有人理他的。你明白吗？所以他的生命模式就变成他必须要自己壮大起来，然后照顾妈妈，然后又去关注我身边的什么这样，所以他的注意力没有人注意力在他身上。所以呢，他这形成了他的金钱状态，他的金钱状态就变成我要都先支付。感情也是，感情跟金钱、跟工作、跟能力其实是一样的哦。我们人的能量没有被分割，也没有被分离哦。你仔细去看，所有的能量都在同样一个核心点运作。所以呢，长大之后，他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他头发是短的，衣服穿的你看起来也像男生。然后他也教女孩，然后他非常照顾他的女朋友，他很多东西都是先付先支出，然后才能够有滋养进来，但是支出的总是比滋养还要来得多。那你知道吗？他其实很配合，我只要飞到那个国家，他就会做疗程，他也有上课。所以呢，慢慢的，上一次我在听他讲他的金钱状态的时候，已经是平的，就是不是那样子负的，是平的。因为他开始明白，原来他的生命模式呢，一直在他小时候的创伤里面，他一直先支付，然后才觉得自己可以被滋养。你留意哦，
先支付，然后才觉得被滋养。但是呢，你知道呢，一个先支付的人，他会一直付，一直付，一直付。你明白？一直付，一直付的意思是指说，在更小的时候我就要一直照顾你，一直照顾你，或者我一直要做什么吸引人家的注意力，人家才会知道我才能够存在。所以他的付出支付会比较多，他的支付非常的大，所以他得到的滋养相对的就比少。留意我说的这一段哦，我会分享这一段的原因，是因为在意念设定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图像跟我们的情感，是因为里面有反作用力，所以我发了一个很大的图像出去。你明白吗？所以我要先去做什么，我要先去付什么，或者我要先有什么。可是我跟你讲哦，生命是非常真实跟踏实。我告诉你，其实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在我嫁出去的没有几年，他们就离婚了。他们离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你知道我的父母为什么离婚？因为我的爸爸喜欢赌。我的爸爸很聪明，但是他喜欢赌，他喜欢签6合彩。然后呢，他非常喜欢去外面欠债。然后我妈妈就要为了要持家，所以我妈妈就要不断的帮我爸爸负债。到后来，我妈妈就决定不要。但是最让我妈妈痛心的，其实是我的爸爸有第3者，所以我妈妈因为这个原因还有钱的原因，他们后来就分开了。但是你知道哦，我的父亲他有那个爱赌的那个因子，你说我身上有没有？我都还没讲。所以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事实，这件事情我在任何的讲座里面我没有分享过。今天好死不死，因为他刚来讲，我就想到了我这个片段。你知道我怎么处理我自己的吗？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已经是10几年前，我在想10几20年前的事。你知道吗？我的爸爸这样子，所以呢，我也很喜欢。我们台湾不叫6合彩，我们台湾叫做乐透，或者是比较是乐透。然后我以前也会哦，我以前也会说啊，我要去写，然后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子什么都好，对吧？很快啊，因为写一写它就中。然后呢，有的人还会冥想这个人，有吧？他刚刚在冥想。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亲身经历，我也曾经有过，因为我的家庭也有这样的因子。但是以后你知道我怎么说？我刚开始不明白，我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了。我真的要老实跟你们说，我以为我只要相信，我以为我如果在那个冥想的状态里面，我很兴奋，然后我的感觉良好，然后我觉得会有，它这个也会吸过来，没错，没错，会吸一点。我的经验是这样，可能我功力不够。如果我的Channel能力，我是会去实验某一点点的东西，我不会太着迷，因为我毕竟我自己是，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么厉害，但是至少我还有身心灵的一些底子。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每一次我在想的时候，我在运作的反作用力，很大的反作用力，因为没有，或者因为不够不足，所以你要去一个更大。你知道吗？真正的丰盛还是在它充满了安定，充满了爱，充满了良善，充满了真实的存在。它没有太多的用力，不用力，没有。所以呢，我也经历过那段日子，然后我慢慢的疗愈我自己，疗愈到我没有再去写，好，疗愈我没有再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有了。你明白吗？当你的渴求、排斥消失了之后，
当你回到你自己的本质之后，你就轻松不费力的疗愈。真的，我是这样子在疗愈我自己。不然我跟你讲，我爸爸的赌性很坚强，非常的坚强。我妈妈还做过主头，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做过6合彩的主头。那天晚上我永远都记得，她只做过1个晚上，因为那天晚上她吓死了，怕警察来抓。然后我可以感觉到家里面的气，所以我妈妈只做那么1次主头就没有做。这个我从来没有在讲座上讲。我是这样子疗愈我自己，我里面也有这个因子。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吗？你们一定听过我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也会，像那个小时候很不被滋养的，很会有这个想法。他也常常在想，他用一个方式会用什么方法，他一次就可以赚到所有，你知道吗？他一次就可以赚到所有。他是小时候被卖掉。你们一定如果 YouTube 上面你听过很多的话，这个案例我有分享过。他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被卖掉，后来10多岁再回来。他那个卖掉，还有不被要，还有很轻的负债的那个印痕相当深，所以呢，他就会去想，他会去想，一直去想，所以他的冥想里面呢有很大的反作用力。所以呢，在这个工作坊里面的意念设定，我要坦白跟你们说。不是要教你那些反作用力的东西，那些东西已经过时了。我觉得，如果以现代的身心灵的科学，如果我自己临床做下来，我们其实不太教那种你要怎么去转念，你要怎么样去做，你要什么，那个我们不干这种事情。我们要做的不是那个，我们的意念设定呢是要透过团疗之后，帮助你的神经传导。帮助你的感官知觉的感知，改变你神经传导跟感知的方式。刚才有很多人说你没有图片，我告诉你，80%、90%的人没有什么图片。如果我跟你说，你可以拥有什么？一般人的图片不多。但是呢，很有趣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每一个感官都有记忆哦，你明白吗？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有记忆，有没有？我如果现在问你们说，你喝过最好喝的汤，你有没有一些感觉、图片想起来，或者味道，对吧？你看过最好看的一部电影，有没有？你看过最美的美女，身材最好的美女，有吧？你的感官都一定有一定的记忆。但是呢，所谓的意念设定。其实要先透过团疗去释放出你过去的一些印痕，或者是一些过度的强烈不值的一些在你的感官里面的记忆跟感知，因为你会不自觉的跑到过去的记忆跟感知系统里面去。那当你久而久之之后呢，你对你自己的滋养跟拥有的图片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其实必须要先透过前面那一段的团疗，帮大家做了疗愈之后，接下来来到意念设定之后呢，帮助你，我们还是用现场接收讯息的方式，帮助你如何的去改变你的神经传导跟你的感知的方式。当你能够用比较连接你内在大我，然后透过疗愈之后，你能够连接内在比较接近大我阿法波的感知，重新去设定，应该是说重新去改变你的神经传导的系统。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你的意念设定呢，是我们想要分享的意念设定。也就是说，你可以自然而然的开始有你自己比较连接你自己内在大我的图像，你比较能够放松的在你的感官的感知里面呢，去连接内在的拥有、价值跟滋养。然后呢，这样子的振动频率，肉眼看不见，可是呢，我不晓得你们，我用这样子的比喻，你可能可以有一点点了解。当我们人类在否定、在排斥的状态之下，你的感官发射出去的振动的频率，
你知道有的人想要什么东西，他很快他就可以得到；有的人做了要死要活的，那个都快没命了，都快不行了，可是他很难得到，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那在 YouTube 上面有一部片子，那部片子是他们最新放上去的，里面的资料都在讲这个。里面呢，我接收了一段讯息，是跟我们的感官有关。其实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跟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每一个你看到外面的世界，你有什么想法？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已经在传导一种震动的频率出去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常常说，在我们空气里面的在我们身体里面70%的水分，水具有导电的功能，你知道吗？水会导电，会电到，对吧？身体70%水分，地球70%水分，空气里面70%也是水分那么这些水分呢，它会承载着震动，那个震动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感受，它具有导电。然后呢，你眼睛看着。你头脑里面在想着我今天要做什么，然后呢，但是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跟你的鼻子跟你的整个身体呢，都在感觉，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行，我觉得我还是要想办法，我觉得还是要怎么样。那这些所有在你肉眼看不到的震动里面，它都具有导电，在震动出去。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困难，有些时候呢，你本来想赚钱，结果反而更惨，还赔钱，有没有？有吧？那这些呢，都发生在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的感知跟震动里面，不断的在震出去然后再吸引什么？吸引跟你发出去的念头同样震动的人事物有没有？你可能本来想要吸引一个客户，我就想到我另外一个个案，在上个月，这个个案呢，很好玩。我今天为什么都讲这种个案？你们可能要想一下，你跟你的状态没有了，开玩笑。我突然又想到这个个案了，因为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个案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大概1年多以前，他得了一种怪病，但这个怪病呢，没几次疗程都医好了，难医的在后面。他那个怪病就是说，他洗澡一定要用煮过的水才可以洗。他没有用煮过的水洗澡是不可以洗的，但是这个几次疗程我就搞定了，3次、4次、5次我记得没几次就搞定了。他可以开始用生水洗澡，但是麻烦了，他有灰指甲，有那个油，身体长很多油。然后呢，最严重的是很奇怪他们家开工厂，但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做一些饰品的工厂，其实在大陆做一些饰品的工厂。然后呢，很奇怪，他们的订单他们所有的他们做出去的货都被退货，然后工厂都没办法有收入。然后呢，比方说呢，本来是完全没客户，本来我忘了，反正就是有没客户，也有做出去又退货，也有那种客户谈一谈要定了，后来又反悔了，不能下单。这个有趣这很有趣。那你看，像这样子的案主呢，到底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告诉你，里面呢，我们处理出来的全部都是留意所有他出去的东西都不行，客户都不收，客户都不要，还被退货。留意我刚才说的这段话。然后呢，客户本来要的也不要，有趣因为他选择在他的出生的家庭里面，妈妈一直要把他送走。我为什么今天都讲这种？我今天想起来就会非常。因为很奇怪就是这样，我继续讲下去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跟你讲他妈妈都不要他妈妈一直把他送走，然后呢，送走了一家，他回来，不管他怎么做，不管他怎么样的努力做好，留意我说的这段话，
不管他怎么努力的表现好，妈妈还是执意要把他送走。他这样子前后被送走好几次，妈妈就是不要他，留意哦。所以这完全呈现在他的身体上。他不管怎么做，客户就是不要，要不然就是他做了，给客户，客户又退货，有没有？他出去了回来，妈妈还是要退货，妈妈就是不要他，就是不要。那像这样子的案例，如果在他的感官的感知里面，我在清理他的时候，我必须要先消掉一些东西，因为呢，他小时候的那个状态，已经在他大脑里面的无意识的讯息震动里面呢，已经在运作。他所有给出去的东西，人家都不要，人家不要他给出去的东西。就像他小时候不断的努力，妈妈就是不要。我必须先慢慢的消掉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在他的感官的感知系统里面，他慢慢可以感觉到、意识到自己的被滋养、被接受。这个时候他不用做什么，客户就自己来。你明白吗？客户就会自己上来，而且完全没有退回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感官都有记忆，但是我们会非常不自觉的，在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一些过去的创伤或者经验里面，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其实是很无意识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几乎不太会去察觉它。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工作坊的意念设定的这个部分呢，也是我Channel了一段时间的金钱疗愈，然后我做了很多的案主，上很多的课程。我发现，在金钱疗愈里面，我们要加这个东西，我们要透过新的讯息的接收，帮助一个人如何去改变，应该是说如何去提升他的感官感知的振动，改变他的神经传导的状态。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神经传导。它就是我们每天的想法、情感，然后它会分你不同的想法会分泌不同的荷尔蒙。那这些荷尔蒙它都有不同的导电，它会进入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不断的进行传导的作用。所以你不自觉的都有一些想法跟感觉不断的在运作，有吧？对吧？你头脑里面，或者你眼睛看到什么，或者你心里在想什么，耳朵在听什么，你不自觉的在运作很多的感官的感觉，但是你不知道。可是我要告诉你，那个传导速度很快，因为那个传导它会进入什么？它会把这个导电带到空气里面，开始跟共同振动的人开始导电。导电之后就会把那个人事物跟你共振的把它吸过来。你明白？把它吸过来，然后你们就开始发生一些事情。再共振，再吸，再共振，再吸。那你要吸到什么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后来我就决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工作法，是我做了很多年下来的金钱疗愈，我的心得。所以我决定，我跟 A 说我要开这个工作，但是全部还是现场接受讯息，因为人不同。我在这里上课，在别的地方上课，即便是同样一个主题，它都会有不同的东西，对应不同的人，需要被分享出来，不是完全都一样的东西，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你们来到这里也期待着不同的震动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现场接收讯息，但是呢，也会开始帮助你的神经传导。的那个感官感知的那个震动，开始帮助你去提升、扩展你的意识，然后帮助你去改变你里面的神经传导的作用。因为我们太多不自觉的感官不断的眼耳鼻舌身眼，你的所思所行所念所住所往，不断的处在某一种震动里面。那么这些震动呢，正是你所有形成吸引外在实相的原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金钱疗愈里面非常重要要着手的地方。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未来我们要在马来西亚12月举办这个金钱疗愈的长时间的工作坊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
其实目前并没有太去设定人数，因为全部都是现场接受讯息。只是我要做的，我想要从比较根本去做，因为呢，这里面所有的团疗也会牵涉到，你不要以为钱只是钱，钱也会去对应到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如果你是因为早期的生命没有被滋养到，那你的金钱的问题一定会对应到你的肾膀胱。那如果你是因为在关系里面一直被否定，一直不被接受，那么你的金钱一定会对应到你的气喘，或者是你的鼻塞，或者是你的肺大肠、便秘。如果你的金钱问题是因为你的未平衡，因为小时候你都一定要做好，爸爸妈妈都要求你一定要做好才能够接受，那么你的金钱问题一定也跟你的未平衡。所以每一个人的金钱问题也都携带着它背后的不同的能量的元素，所以呢，我们就会需要在这个团体里面去做团疗。疗愈之后呢，再帮助你慢慢重新去改变你的神经传导。所以呢，这个样子的工作坊的时间是蛮长的。A 问我说，这个工作坊你要开多久？我说随便你咯，20天、15天都可以，反正我可以一直做下去，我可以一直接下去，只要有人我就可以做，我都可以一直做下去。可以一直深入下去，所以呢，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坊蛮适合你的，你也可以考虑长时间，或者是你可以慢慢的先来经验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都需要你一次一次慢慢的在团疗，还有在意念设定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更深入的去了解自己，让自己的力量不再继续运作在反作用力上，让你的生命不再继续的用力、努力，太用力跟太努力，也不要再那么烦恼，让你的生命呢变得能够流动，变得能够连接自己，变得能够不费力，能够吸引。这个是我们工作坊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呢，这个工作坊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所有的金钱丰盛。其实背后都只是意味着爱，意味着生命的本质、滋养跟力量，别无他物。你会发现，所有的疗愈背后，都只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来这里要做什么。那这个是我对这个工作坊的分享。所以今天来了很多伙伴，你们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现在才8点半，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我可以分享其他的资料。那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很多人想要问一些问题，有吗？有啊，有想要问问题的举手，先让我知道。那还好啊，只有2个，其他人没有要问是吧？那我就可以有一些资料多讲一点。其实今天我还想跟你们分享一段资料，不过这个我也要现场接啊。我并没有在课堂前接，因为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人在哪里我就现场接，我不会事前去做准备。我想要跟你们分享金钱能量，它到底跟什么有关？到底跟人类的能量的什么样的人类能量的系统有关？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让你对金钱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呢，要了解这个部分，你首先必须了解一个事实：金钱是一种物质。留意哦，物质是经由能量运转、运作所形成的结果。所以呢，这个物质宇宙世界呢，基本上是从离子态运作到气态，气态运作到液态，液态运作到固态。你听得懂吗？你不了解吗？好，不了解没关系。我只是想跟你说，留意金钱，金钱只是一个物质，那么它的运作的形成，前面是能量，
前面是因为能量，最后才会形成物质。那我想要让你们知道说，你每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什么样的能量状态，全部都跟你的金钱有关。这个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了解的。你不要以为钱就是钱，钱它也是经由能量运作而形成的钱。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它对应到的是你每一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感觉到自己被滋养的状态有关。在一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时刻你觉得自己是安住的、是放松的、是被滋养的？又有什么样的片刻你觉得自己是紧张、焦虑、不安、怕没有、怕会失去的？你明白？这是第一个跟你的金钱形成金钱物质有关的能量。留意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个有关的对应的能量，是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你有多少的片刻觉得自己是被滋养，觉得自己是安住，明白？所以换句话说，当你在恐惧、焦虑、不安、害怕失去的时候，你就在转移那个没有钱，或者是钱又跑掉了，或者是又怎么样，对吧？再来，第二个有趣，你每一天都会做很多事情，对吧？那你对于你做的事情，你是不是有你的看法、有你的感觉？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对于你每天做的事情，它会不会成功？它会不会有？它会不会被人家接受？它会不会有力量？它会不会被人家信任？这个也对应到你的金钱能量，你明白吗？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对它的看法，你对它的期待，你对它的感觉，比如说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被人家接受？能不能够有价值？会不会成功？是吧？其实这个有很多例子啦，业务员就很清楚。我有做很多的那个什么，其实我有很多客户也是那个做保险，超多的。然后做保险很奇怪，不知道是因为我这几年在讲，有一些部分的工作坊讲座在讲金钱，奇怪的那个保险的，最近这几年都不太好。就是台湾有一些，而我发现到他们做的越高的，好像他们囤的那个保险越多，就是他们可能自己买，或者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状况。不过我在很多业务员身上发现他们的能量关系到我刚才讲的第二个跟第一个都有很重要的关键。比方说，你要去找客户以前，你已经在怕，也就是说，你的东西要出去以前，你要表达以前，你已经不太信任他会成功了，或者是你有恐惧，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接受，或者是你可能也自己不知道他，不觉得他有价值，或者是你自己也只是一个做而已。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治疗师身上，还有在一个业务员身上，应该这么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的业务要成功，你首先必须能够爱你的东西，爱你的东西之外，还要加上你对这个东西的信任，还要加上你自己的自我价值，加上你的力量，这些加总起来能量出去之后，你的东西很快就会销售出去。而且呢，你知道吗？有的人卖东西还要了钱。很多业务员卖东西还要退佣退到后来你就可能没赚，或者倒贴，要不然就是赚没多少，对吧？我们台湾我看有一些业务员是这样，但是有的人他不用这样退，他就可以得到很多。我处理一个美国的案例，这个个案呢，他是做房地产，然后我们都用Skype做的，然后呢，他在做房地产里面呢，他们的抽佣一次都几万美金。可是他的抽佣很奇怪，比如说他可以收8万美金，但是很奇怪哦，客户就会对他抱怨，然后就会扣他3万美金。
以前他刚开始来找我的时候，不是扣3万，是全部被消掉，还被骂了臭。后来处理了几回之后，被扣3万，那现在还在处理。他1个月大概可以排到1次疗程。那你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原因是因为在更早的时候呢，他做的事情都一直被否定掉。他的妈妈跟爸爸的婚姻关系不好，所以妈妈呢都把自己被爸爸的否定跟不被滋养的情绪丢到这个孩子身上，整天骂，就是会否定他，觉得他做不好，觉得他怎么样，做不好，觉得他做不好，做不对，做不是，做不够。这个是妈妈最常骂他的。所以他在对应客户的时候，也变成他做不对、做不是、做不够，所以我做的生意就不能全部都拿到我的酬佣。那这个关系到我们的第二点，你对于你所表达、伸展出去的事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够信任？这个是第二个对应到金钱的能量。第三，其实今天如果针对在座的你们，我今天要分享8个。这8个是跟你们有关，因为我也是现场看。不过我们团疗不是这样做，我们团疗是比较深的疗愈，跟这个不同。我今天只是大概的分享，我们的金钱能量跟你的对应是什么？第三个。第三个是对应到，奇怪哦，我在这边看到第三个是头部的创伤，就常常觉得自己做没有，就是做下来又就是没有，就常常觉得自己。第三个我看到的是这一个对应的，那个是头部的创伤，会觉得自己好像做一做下来，到头